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Notion 这款强大的工具，不仅仅是提高生产力的好帮手，而且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它的人来说，它还隐藏着赚钱的秘密。我知道网络上关于这个话题的信息相当少，毕竟谁都不想自己多一个竞争对手。但今天我要在这里改变这一切，和大家详细分享整个赚钱流程的每一个步骤。无论你是 Notion 的新手还是老用户，都可以通过我今天将要分享的方法，轻松获得被动收入。所以不要走开，跟我一起深入了解如何通过 Notion 模板来开启你的赚钱之旅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的视频会从 Notion 可以做哪些模板，如何做模板，如何在第三方平台进行销售，如何向官方提交审核，并且获得在官网模板中心上架售卖模板的机会。这4个步骤进行实操讲解。第4个步骤至关重要，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。先来说说 Notion 可以做哪些模板。我们从官网的模板中心可以找到6个大类，近18000个模板。这些模板可以和你的工作相关，比如产品上市计划；也可以和你的学习相关，比如图书笔记，或者和你的生活相关，比如健身记录。也就是说，基本上 Notion 早已深入到你的生活和学习之中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如何去制作一个模板。打开 Notion 官网，可以使用 Google 账户直接登录。Notion 也提供了桌面应用程序的下载，你可以在网站上获得下载地址进行安装。所有的操作都会在不同的终端进行同步。现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一个简历的模板。在这个模板中包括了求职人个人简介、照片、联系方式、能力介绍、工作经历、教育经历、技能掌握情况、作品展示，以及一个地图的定位。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个模板，并且将这个模板作为商品进行分享和销售，那么你就需要先创建一个页面，点击左侧的 Edit Page 按钮，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页面。为了方便区分不同的页面，你可以在这里输入页面的名称，这样在左侧的页面列表中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它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都会将页面设为全屏模式，这样看起来内容不会太拥挤。点击页面右上角的3个点，将 Full Width 开关打开即可。在 Notion 中，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斜杠来激活的。当你输入斜杠后，会出现一个下拉框，里面会显示 Notion 支持的各种 block。你可以把这些 block 看作是一个个不同的功能组件。这里我们先输入一个斜杠，然后在斜杠后面输入一个2，就可以看到根据2这个关键词找到 Two Columns 这个组件，点击它就可以将页面分成了2栏。因为背景都是白色的，所以2栏的效果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。当我们在2个不同栏位输入一些内容后，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了。我们也可以使用方向键在不同的栏位里来回切换。当我们把滑鼠放在2个栏位中间时，会出现一个灰色垂直线，只要拖拽它就可以快速的修改2个栏位的宽度比例。基本的页面布局确定后，我们先来完成左边栏的内容。首先将滑鼠的焦点切换到左边栏，在斜杠后输入 Image 找到图片组件并选中它，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上传或者通过链接来插入图片，甚至可以直接在 Unsplash 上搜索图片来使用。这里我选择使用 Upload 功能来上传一个人物照片。当照片上传成功后，你可以看到在图片的右侧边框上有一个居中的黑色垂直线，只要点击并拖拽这个垂直线，就可以将图片按照等比例大小进行尺寸的调整，但是调整的范围只局限于图片组件所处的栏位的宽度。接着来添加联系信息，使用斜杠 H1 来创建一个标题，并且将内容设置为 Contact 回车。这时我会输入斜杠 Divider 来创建一个分割线，将标题和内容进行区分。因为联系方式包含了电话、邮箱、网址、定位这4个内容，所以我打算使用4个色块进行分割。输入斜杠 callout 就会出现了一个带图标的高亮色块。点击灯泡的图片，你就可以快速的从 emoji 和 icon 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图片来进行装饰。你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功能，通过上传或链接的方式来插入图片。为了方便，我就直接通过搜索来添加一个电话图片，关键词输入 phone， 找到喜欢的图标后点击它。你还可以从10种不同的颜色中确认最终效果。添加完成后，在图标后输入电话，这样一个带有图标的联系电话就制作完成了。使用相同的方法，依次添加邮件、网址、定位的内容。假设我们还想在简历上添加一些你的社交账号，比如 YouTube 频道，因为在 Notion 提供的素材里没有 YouTube 的 logo，所以我们点击 Custom， 通过上传的方式来插入图片，然后输入我们的频道名称亚哈课堂。如果要给这个频道名称加上链接，该怎么做呢？你只要双击选择要添加链接的文字，在弹出的快捷工具栏中点击 Link 按钮，输入你要打开的网址链接回车即可。这样当别人点击频道名称的时候，就会打开对应的链接了。
左边栏的制作就是这么简单。接着来制作右边栏，有了前面的内容作为基础，右边栏的制作步骤我只会着重讲解新的功能，前面提到过的方法就一带而过了。先使用 H1 组件来输入求职者的姓名，回车后接着输入他的当前职位，比如网站设计师、UI 设计师，最后填充一些文字占位符的内容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写，你也可以试试 Notion AI 的功能，输入斜杠 ask，然后回车，告诉 AI 你要写的内容。确定后 AI 就开始工作了，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。下面我们要制作一个两行两列的能力介绍，依然使用 H1 组件来添加一个标题 What I do，再使用 Divider 插入一个分割线。虽然 Notion 支持表格组件，但是表格组件在 Notion 里更适合用于数据展示，所以我先会把这一行分成两栏，然后在每一个栏位里使用 Quota 来创建一个自带黑色垂直线的小标题，比如填写上 e-commerce，然后复制上面的文本占位符内容，使用相同的方法完成剩下的3个。在简历中，我都会添加一些曾经服务过的客户，来增加简历的含金量。当然，为了保护隐私，我只会添加这些客户的企业 logo。在这里，我们就会用到前面提到过的插入图片的功能。首先创建 clients 的标题，然后将这一行分为5列，并且在每一列里分别插入一个 image 组件用于显示 logo。同样，我通过上传的方式完成了这些重复步骤，这样一行客户展示的横向列表就完成了。接着来添加一些教育经历，这部分比较简单，使用前面的方法就可以独立完成，就快速的跳过这部分内容，主要来讲解一下如何通过表格来展示你的技能以及熟练程度。首先我们要插入一个 Table View 的组件，通过这个组件你可以快速的调用其他页面中的表格内容。如果你的数据源还没有创建，就可以点击 New Database 按钮来创建一个新的。在创建的表格中，可以单击表头字段来修改表头的内容，也可以为它添加一个图表进行修饰。如果你不需要哪一列，也可以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 Delete Property 即可。我们在表格中的操作和 Excel 是一样的，先来填充一些测试数据。如果要创建新的一列，并且使用进度条来展示熟练度，我们可以点击加号按钮 ，Type 类型这里选择 Number， 将表头的名字改成 Proficiency， 并且将展示的方式改为 Bar 选项。这样当我们在单元格里输入数字的时候，就会自动转化成百分比的进度条。默认情况下是按照输入的值除以100来计算进度条的长度。假如你要修改这个参数，可以点击表头，选择 Edit Property， 在配置页面里找到 Divide by 的配置项，修改后面的值即可。修改后也可以同步看到进度条长度的变化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将进度条修改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使用相同的方法再制作2个进度条。在 Table View 组件中，不光可以对表头的名称进行修改，我们还可以去修改整个表格的名称。使用相同的方法，我又创建了一个 Code Skills 的表格。作品展示部分的内容制作方法和前面客户列表是一样的，就不再重复。最后我来演示一下如何在简历里添加一个 Google 地图。我们先打开 Google 地图，任意搜索一个地点，比如纽约的中央公园，在详情的页面点击分享按钮，然后拷贝这个链接备用。返回到 Notion 的页面，直接粘贴刚刚复制的链接，完成后会显示3个选项，这时选择 Create Embed， 这样就会在页面中显示包含未知信息的图了。我们可以拖拽地图底边和右侧的深色线条，将地图调整到合适的大小。至此，我们就完成了简历模板的制作，然后进入下一个步骤，如何在第三方平台进行销售制作的 Notion 模板。这里我推荐 Gumroad 这个平台，相比于 ST 来说，它更关注于数字产品的销售，并且操作简单没有繁多的收费项目，只有在你成功售出商品时才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。登录平台后，在左侧的 Products 页面里，点击 New Product 按钮开始添加商品，在 Name 字段填入你的商品名称，在商品类型下选择 Digital Product， 接着输入想要售卖的价格，比如$9.9，点击按钮进入下一步商品详细信息的填写，在描述这里添加你对商品的介绍，接着上传一张封面图片，尺寸最好是1280×720的尺寸，这样展示效果更好一点。其他配置项可以忽略。点击右上角的 Save and Continue 按钮进入 Content 页面，这个页面是当用户购买了你的商品后展示给购买者的页面内容。我们要做的是将制作好的模板链接放置在这里，购买者点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我们回到刚刚制作的 Notion 模板页面，点击右上角的 Share 按钮，切换到 Publish 标签，点击蓝色按钮进行发布。这里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在官方的模板规则中指出，我们需要确保 Allow Duplicate as Template 这个选项是打开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
别人才可以快速的通过复制功能来使用你的模板。我们拷贝上面的这一长串地址，将它粘贴到模板提交页面中，最后点击 Publish and Continue 按钮发布商品。到这里，我们的商品就已发布成功。当你的商品销售金额达到$10以后，你的商品将会出现在官网的 Discover 频道里，获得更多的曝光度。下面进入最后一个步骤，把做好模板后向官方提交审核，并且获得在官网模板中心上架的机会。我们的模板如果能在官方平台上架，那么流量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如何去提交呢？接着看下面的视频。先进入 Notion 官方的模板中心页面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全世界创作者提交的模板。在页面的最下方，你可以找到 Become a Creator 的区域，点击按钮去提交一个模板。在新打开的页面中，点击 Start a New Template 进入提交表单。在这个页面，我们需要将模板作为一个商品来进行上架申请的操作。先为你的模板起一个名字，比如 Yaha Class Resume V1，但是请记住标题不要填写 template 的字样，会导致审核不通过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因为这是我踩过的坑。第二个模板链接，这个链接如何获取呢？我们回到刚刚制作的页面，在 Publish 标签下，拷贝上面的这一长串地址，将它粘贴到模板提交页面中。这时要等待几秒，系统会自动生成模板的缩略图。如果你对自动生成的缩略图不满意，也可以点击 Add Preview，在弹出的页面打开 Upload My Own Images 开关，就可以上传自定义的缩略图了。接着设置一下模板的分类，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模板更好的分类。因为我们制作的是简历模板，直接输入 Resume 然后回车。如果希望添加多个分类，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添加。模板链接这个字段是必填的，可能官方是为了 SEO 的目的，让每个提交者都能设置一个和模板相关的内容作为链接，从而提高页面在搜索引擎中的权重。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标题来填充。刚刚我们已经将模板在 Gumroad 上架进行售卖，现在要做的是在 Notion 官方平台将模板设为收费模板，并且设置价格以及粘贴 Gumroad 上商品的链接。这样当我们的模板在官网上架后，用户点击会自动跳转到销售的页面，直接促成交易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官网提交我们的模板了吧？我们就是希望依托官方平台的免费流量带来销售，这绝对是精准流量，必定产生高转化。最后为这个模板添加简单描述和详细描述，点击黑色按钮提交审核就可以了。在你的 Template 列表页面，也可以看到当前状态显示的是 Awaiting Approval， 待审核，一般审核需要1到3个工作日，任何状态的更新都会通过邮件告知，所以每天查收邮件即可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你获得更多的被动收入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